去年1月，我开始用一张 Red Pocket 电话卡，整整用了1年，现在刚刚到期了。在决定是否续费时，我认真权衡了一些因素，最后决定不再续费这张卡。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以及这张现在用起来有哪些问题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。促使我停止续费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就是套餐价格大幅涨价。Red Pocket 的最低套餐从之前的$30一下子涨到了$45，涨幅还是挺大的。第二就是权益大幅缩水。从2024年6月24日起， Red Pocket 对每月套餐中的免费国际通话国家进行了大幅调整，原本支持的80个国家锐减到仅剩20个，其中中国大陆也被移除，无法再享受拨打中国的免费国际通话服务。官网的介绍是，对每月套餐流量大于12G 的套餐仍然保留原有的80个国家，所有少于12G 的套餐的免费通话国家降低到20个。原来大范围的拨打电话是这个卡的最大卖点，如今大幅缩水后意义也就不大了。第三个原因是这个卡的 Wi-Fi calling 真的是不好用。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过， Red Pocket 的 Wi-Fi calling 和其他的运营商不一样，它在中国大陆没有运营商服务，完全依靠 Wi-Fi 网络。如果周围没有 Wi-Fi， 无论电话短信都是无法使用的。在需要接收一些重要信息，例如银行、网站验证短信时，就变得非常的不方便。最终，我决定放弃使用这张电话卡了。我努力在想，如果我们在国内使用，到底哪些场景下这张电话卡还是值得考虑？首先，如果你有明确的国际通话需求，而且恰恰是在剩下的20个国家的范围内，那么每年$45的价格也许还值得选择。第二个场景是需要免费接听电话的用户。Red Pocket 的 Wi-Fi calling 功能允许你在有 Wi-Fi 连接的情况下，像在美国境内一样免费接听电话。不过实话实说，这点我觉得比不上 Google Voice 来的方便。因为在没有 Wi-Fi 的地方， Red Pocket 会直接失联，而 Google Voice 只要代理正常就可以保持在线，也是接听电话免费。Google Voice 更灵活、更可靠，关键是完全免费的。第三个场景是需要一个美国手机号码的用户。Red Pocket 提供的号码是通过与主要运营商如 T-Mobile、AT&T 和 Verizon 合作获得的实体美国手机号码，可以正常的注册一些网络服务。不过，如果只是为了一个美国号码，每年$45的价格就非常不合算了，毕竟还有很多更经济的选择。最后来说说我现在的组合方案。Google Voice 加上 Ultra 每月$3的电话卡，这种组合方式。对外我只使用 Google Voice 的号码，在不占用卡槽的情况下，只要代理正常都能接通电话。在代理失效的情况下，使用 Ultra 的网络服务，在 Wi-Fi 环境下使用 Ultra 套餐内的免费时长通话，既方便又省钱。没有 Wi-Fi 时，切换到运营商网络服务上，能保证不会失去联系。虽然会产生漫游费用，因为有了前面的2层过滤，遇到的概率比较低，可以用更好的体验、更便宜的价格替代 Red Pocket。最终的结果就是放弃你了 Red Pocket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